把这个大水池子所有水都放掉之后，露出了一艘巨大的乐高沉船和8个圆盘底座。选手们将要在这些底盘上搭出自己想象中的海底场景。当所有作品完成时，水还会再次灌满池子，让作品呈现出海水逐渐排空的时刻。整个挑战限时16小时。澳版第4季的经费更多，挑战难度更大，以及 Brickman 的背影更加反光。从出生开始就玩乐高，好像都已经成了选手标配。这组兄弟俩塑形很强，很擅长做一些神奇的生物。这次他们桌子上就放了一条奇怪的骨架，两人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怪。作品最后要放进水池，所以比起平视，更要考虑俯视的构图。越往后看，越觉得这哥俩应该是这一季的 C 位了。他们将海怪的头调到俯视也能看到的角度后，放在水里，一整个震撼。巨大的海怪从自己的领地游过来，碰到一只瑟瑟发抖的可爱小鱼，大小繁简的对比，不一致的画风反而出来一种荒诞感。场景设计的有趣，就连顶部的构图也很有美感。明明是塑料做的，竟然给我看出了蛇皮的质感。姐妹组的这位非常擅长做人脸，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节目有个诅咒，就是做美人鱼的壁挂。 Let's go through the mermaids. First mermaid came along. Yeah. What happened? Unfortunately, today they'll be leaving us. Second mermaid. That's been an epic journey. 姐妹俩准备做人鱼妈妈，带着女儿在岩石上休息，鱼尾飘在空中，排水的时候会最先看到鱼尾。不幸的是，他们最有看点的鱼尾做得太小，估计是时间不够了。幸运的是，这也确实算是历届做的最好的美人鱼。 The curse is broken. 下一期 To have my husband here with me together building Lego,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igger than this. To have my husband here with me together building Lego, it just doesn't get any bigger than this. 两人对乐高的热爱完全体现在了他们的婚礼上，一个大乐高蛋糕和乐高伴郎们。这期的主题是创造海底世界浮现的一刻。同志组的设想很有意思，他们准备做沉入海底的艺术家画作，海洋中的生物们会根据画作的颜色伪装自己。果然，同志们的艺术和创意的敏感度很高啊！两幅装在箱子里的名画，梵高和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成，在海上运输时不小心遗落在海底，成为了海洋生物隐藏自己的保护色。画上的水滴简直是点睛之笔，但评委还是给了几点建议。 Fish themselves were enough to tell that colour story. I don't think we needed the coral. It kind of detracts away from that. The picture frames, I'd love to have seen a crazy ornate picture frame on the Van Gogh. What are we making? Poseidon is, oh my god. 头顶大包参赛的爸爸和儿子可能刚被蚊子叮过，父子俩的家里只有一点点乐高。儿子16年来基本生活在乐高做成的房子里。他们设想做一个水下的人鱼小镇，村民膜拜海神波塞冬的场景。要知道，波塞冬是澳版第1季的冠军作品，珠玉在前，如果不够出彩，肯定会有一丝尴尬。果然，12个小时过去，波塞冬成了海绵宝宝脸。村民膜拜这个，可能真的是脑袋进水了。在第2次修改后，海王终于出来点愤怒和威严的意思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海王看似平平无奇，放在水面下的效果却惊人。海底小镇遭到了侵略，居民们纷纷膜拜海神，寻求帮助。模型如果单独看是无法和第1季的老大哥相比的，毕竟比赛只有16小时。但结合题目浮出水面的时刻，他们塑形和白色的选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想要在水里做出乐高的动态效果，肯定不能放电机，但小塑料块和浮力可是天作之合。欢乐组准备建设一个水下外星殖民地，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姐姐非常跳跃。他们想要模型随着海水排空，两侧的部分会脱离主体，像马桶里的浮球一样漂浮起来。果然，在水面下降的过程中，他们的吊舱成功展开，也是唯一一组利用浮力做出动态的模型。中间的小触手怪做得巧妙可爱，可惜整体的故事不够清晰。接下来是胡子小哥组，注意这里出现了强者关键词胡子，小哥的发型也是非常喜人，看来他们后面的作品都可以多点期待。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海洋版的狂野西部世界，海马在海洋中驰骋，身上坐着一些试图驯服海马的人类。接下来参赛的小姐姐是职业的 coser 兼网红，搭档是她的摄影师。网红组合做的是人类飞行史上最传奇的女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在海中的飞机遗骸。技术上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来掐流量的，创意和搭建技巧都能看出很多思考。情侣组这边选择了异形题材，准备做一只巨大的海虫怪物攻击潜水员的场景。水位下降的过程中，海虫越来越有灾难片的气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经典电影。但完全浮出水面后，海虫的身体直得像根烟囱，恐怖指数直接归0。
穿越火圈、飞越5米长的校车巴士，听起来像是平常的特技项目。但如果这是一场乐高比赛呢？本期主题是要选手们用乐高搭建出一个冲过2项特技环节的载具，飞得最远有额外加分。每组选手都会被分配到一个决定他们搭建主题的人载，比如这边的夫妇组拿到的就是玉米人。2位艺术家在搭建载具上零经验，所以扬长补短，尽量在故事和外观上拿分。他们准备做玉米加农炮，加农炮里塞满了黄色人仔的头，创造最后载具爆炸、玉米粒飞溅的画面。他们最后还在牌子上玩了个双关梗 ，Cup this 和 Cup this。 We've never made a vehicle so The wheels might just pop off. shush. She looks beautiful. 3, 2, 1. 加农炮完美穿过2个特技环节，最后以炸裂的爆米花结束了自己美味的一生。最后飞跃成绩 6.3 米，父子组分到的人仔是送披萨的外卖小哥，他们的设计疯狂的多。他们做了一个巨型披萨外卖盒，里面有一块大披萨，为此他们故意让披萨盒盖立起来，增大车子的风阻，好让披萨盒在空中多翻几个跟头。儿子一直觉得这个披萨盒飞不过校车，但是身为工程师的老爸相当有信心。实话说，这个确实看着不像是能飞起来的样子。启动助推器，看看会不会被打脸。 3, 2, 1. Pizza. 飞翔的外卖盒里掉出来了一大块披萨，上面的芝士甚至还在拉丝。掉出来的披萨撞到了火圈，盒子继续冲刺，竟然顺利飞越了所有校车。不仅成功完成特技，还刷新了玉米加农炮的记录，达到了 7.3 米。这一期是一个不仅要结合空气动力学设计飞行姿态，还要考虑落地的瞬间的乐高比赛。网红组分到的是牛仔女孩，本来想让牛仔女孩骑着墨西哥卷饼起飞，想让卷饼撞在地面时配料撒得到处都是，但为了扣载具的题，他们谨慎地改成了餐车。网红组的墨西哥卷在难度和外观上都完成得很漂亮，但外观上有个 bug， 就是模型有2套轮子。助推器启动。牛仔女孩骑着墨西哥卷饼餐车飞越了火圈， All points for the fly. 在最后一辆校车的身上磕个粉碎，可惜只差一点点就可以过线了。 We don't really need to measure it because it clipped the bus. 欢乐组拿到的是小鸡人仔，他们的设计是一辆尖叫鸡改装车，这一下有了流行文化 buff 加持，他们甚至还在里面放了鸡蛋。尖叫鸡的鸡冠都是用3张橡皮船零件做的，模型整体和校车道具一样大，整整有1米长，又大又重又长。如果机器的推力不够，可能直接在校车上就坠机了。 You just hope that there's enough momentum from the ramp to just... 虽然飞不远是肯定的，但造型上我知道已经赢了他们太多了。尖叫开始，尖叫机极限1换1，一个肉弹冲击带走了最后一辆校车。慢放看一下，尖叫机在穿越火圈的过程中就已经偏离航线，直接横飞。接着以鸡飞蛋打的谢幕，完成了一只鸡的使命。 That's awesome. Here's the bus. 最后更是拿下了电视台观众票选的第1名。欢乐组的效果太欢乐了，不得不夸一句：鸡你太……兄弟组因为在第1场比赛中拔得头筹，这一次他们可以先行选择自己车的主题，并且还可以给其他组指定主题。兄弟俩在开始就想好了设计，小哥是万圣节出生的，于是选择了女巫人仔，做一辆藏满了糖果的南瓜车。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让南瓜裂开，飞出漫天的糖果和巧克力。 I'm thinking maybe like 5 kilos. 但逐渐砖块重量也增加到可能影响起飞的程度了。南瓜车的外观利落可爱，一看就知道出自高玩之手。这一季兄弟组的 C 位已经很稳固了，接下来发射南瓜，南瓜头的脸在火圈里像一只小怪兽一样生动，以近乎擦边的完美弧度越过了校车，糖果像爆米花一样蹦了一地，视觉效果很好，很稀碎。可惜最后的飞行距离6米和加分无缘。情侣组分到的是飞行员，他们准备做一个破烂的木质飞行器，顶部加了很多螺旋桨叶片，整体很有飞土风的感觉。飞行器在空中边漏边飞，接着一个360度的空中转体，出乎意料的飞行效果。最后成绩7米。
胡子小哥组被分到的是独角兽人仔，他们准备做一个巨型脚踏车。小仙女独角兽开着一个拥有 V10引擎和巨大排气管的路霸拖车，零件上看它们的重量最轻，很容易偏离轨道。独角兽的头在空中被甩掉，最后碎裂的位置都快撞上镜头了。主持人俩的成绩是 7.9 米，爆炸的效果力度不够，但是刷新了距离记录。姐妹组分到了火箭人，他们第一个就想到艾尔顿·约翰唱的 Rocket Man， 他们设计将艾尔顿放在火箭上弹奏钢琴，火箭尾巴的烟花喷射而出，创造出一个自带 BGM 的死亡舞台。小钢琴做得很精致，模型采用了和主持人皮肤一样的配色。乐高做圆润感很难，姐妹俩处理的还是很厉害了。接下来有请火箭人试试起飞，空中姿态很有火箭的感觉，坠落解体视觉效果完美。火箭人在空中不停地转圈转圈，胡子小哥还是高兴得太早了，姐妹俩覆盖了他们刚创下的记录，达到了 8.1 米。最后评委评分，尖叫鸡得到了最高的 8.8 分，但姐妹组的火箭 7.9 分，加上额外的1分飞行距离分，超越尖叫鸡，非常极限的拿到了第一。下一期It's Lego Masters Mega Music。本期挑战，选手们要用乐高搭建出各种老歌，然后请来著名歌手猜歌名。父子组被分到了一首经典摇滚歌曲，来自澳洲国宝 AC/DC 乐队的 It's a Long Way to the Top。登顶摇滚的漫漫长路，具象化后就出现了一条盘绕大楼的道路。摇滚乐队屹立在楼顶，但主持人马上就提出了一个重大干扰项。Are you worried that your build could look a little bit like Sky High Rockers by Kiss? Oh. All we're going to do is look down and laugh. We're Sky High Rockers, Sky High Rockers. Here's the good news though. I'm making that up. 这次比赛大家都停止炫技了，作品简单一点，嘉宾才更容易猜到歌名。父子组的成品表现也很直白。接下来就是属于嘉宾 Delta 脑内疯狂搜歌环节。These guys play music. We're going. Well, I feel like it's quite a like a bit of a long path. Yeah. To the top, but and these guys. What did I say? No. Just having a... What is the song you're vibing? I mean, because it's so a part of our DNA, this would be AC/DC's Long Way to the Top. 父子组成功通关，优势在于作品简单精炼的砖块表达，更是因为 AC/DC 是世界顶级硬摇滚乐队之一。兄弟组这边的歌也是相当的硬核，他们拿到的是齐柏林飞艇的 Stairway to Heaven 天堂阶梯。Yes!为了做出一种史诗感，他们将天堂阶梯改成了一个巨大的瀑布，成品楼梯顶部是一扇珍珠门。节目组织灯光直接给作品加成10%。Like the blues and the kind of crystal colors, which makes it feel like it's going to another world. It's one of the biggest songs, Led Zeppelin, Stairway to Heaven. 嘉宾猜歌名时也是畅通无阻。网红组被分到的是 Smoke on the Water 水上烟，这首歌的前奏电吉他手应该都不陌生，但在搭建上可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一首。水和烟这两种流动的东西和乐高材质非常冲突，很难塑形。水上烟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大火中的赌场酒店，水上烟指的就是大火的烟飘舞在赌场旁边的日内瓦湖面上。歌名本身不好用搭建表达，他们就从创作灵感出发，做出了这个着火的赌场酒店，但 Brickman 觉得他们走偏了。 Smoke on the water, not hotel on the water. At the minute, it looks like a purple hotel with a dance floor. 最后，他们还给酒店里的火焰加上了动力，这让和歌名本身没关系的火焰更明显了，而且整体还是看着像一个着火的酒店，非常考验嘉宾的联想能力。Fire and water, like fire and ice, fire and maybe like fire in the flood, Vance Joy or Good one. 果然，因为水的存在感太弱，嘉宾一直围绕火焰和房子猜。 Not Purple Haze, not Jimi Hendrix, no. not Fire, Jimi Hendrix. It's Smoke on the Water. Okay. 最后，嘉宾 Delta 也无能为力，网红组挑战失败，胡子小哥组被分到了电影《壮志凌云》的原声歌曲《Highway to the Danger Zone》危险地带公路。听名字比水上烟好搭多了，但危险二字依旧是个抓不住的概念。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真正危险的是和这首歌名类似的歌曲太多，比如最容易猜错的就是 AC/DC 的地狱公路，因此他们还要创造一个足够吓人的区域。
如果危险2字体现的不够充分，后面还会有一堆公路在等着他们。What if people think this is a road to nowhere? End of the road, boys to men? Life is a highwa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us? 他们在公路上设置了炸药、电锯、鲨鱼池和战斗机，还有公路上驱驰的汤姆克鲁斯。Highway, are we staying with the AC/DC? Are we highwaying to hell? 果然嘉宾被带跑了，第一个就说出了地狱公路。 Dangerous, like it's very dangerous. Like Michael Jackson, dangerous. Danger songs. These guys are saying, no here, this area is a no. So we are saying danger zone. 所以他们也终于能放出提示蜘蛛女巫。 My birthday is on Halloween day, so this is my aesthetic. This is our aesthetic. 兄弟俩用平板画出了一个用蜘蛛脚支撑起整个鬼屋的计划灯饰。房子里的蜘蛛女皇拿着钛金砖，欣赏着楼下的捕食现场。兄弟组的这个造型绝对是独一份的酷炫。Brickman 也非常赞赏他们这种跳出舒适圈的冒险创意。 And you pushed yourselves. You really 姐妹组的自信姐一直想要搭建一个大型的紫色凶宅以及房子。 and call it a spooky miracle or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want to call it. 友情组被分到的是复活怪，他们准备做一个巨型的复活怪物，2只手冲破实验室的屋顶。主持人经过3季的熏陶，已经可以成为 Brickman 的半个嘴替。然而空地的缺点直接倒逼小哥做了一个创意升级。 What if we had like the feet bursting out of the ground? And Hilarious. 万圣节当天，一位疯狂科学家正在做变态实验。复活组拿到的是狼人，他们非常喜欢小动物，于是搞了一个狼人度假村，狼人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每月1次的狼人变身。 Care of your needs while you're transforming. 但搭着搭着，他们就出现了创作焦虑，觉得度假村方方正正。从前面的作品就能看出，他们是狗狗叫的，基本每个作品都有狗狗出现，狗狗叫万岁。这次的狼人旅馆更是毫不掩饰教徒之心，他们做了月光变身区、狗窝、瑜伽区，也是清一色的下犬式。虽然创意可爱，但从作品完成度出发，如果本场是淘汰赛，他们大概率就可以回家撸狗狗了。 在这一圈万圣节怪物里，欢乐组被分到的是感觉最难发挥的狐怪主题，而且他们对这个很不感兴趣。 The more I start, the more I'm going, whew. 敏感枯竭时，他们提出直接做一个放大版的狐怪，睡觉时被人类吵醒，从沼泽探头出来的画面。评委提示环节 ，Brickman 指出他们的故事和色彩都没问题，但规模和存在感上要短其他组一截。 Was twice the size and had something in its hand. 于是他们把原本的狐怪胳膊移动到另一侧，再做一个更大的胳膊。一只正在沉睡的狐怪被渔夫惊醒，在水面上露出了眼睛。欢乐组创造了一个很有动态感的画面，唯一不够和谐的就是狐怪的2只手搭建方式不同，观感上有一点点出戏。胡子小哥组被分到的主题是木乃伊，他们打算做法老王的金字塔，顶部盘绕着一只半腐烂的蛇。从前面的作品看得出，他们的成功关键词是小型、细节、故事。他们准备在金字塔里做一个陷阱，下面是钉子和毒虫。沙漠中的金字塔里藏着法老王的神庙，木乃伊坐在尽头的王座上，前方的桥头上有前来进贡的教徒。金字塔顶端盘绕着那只腐烂的蛇。其实乍一看成品，我是觉得有点失望的，毕竟他们前面是出了几个神作的。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把蛇做大几倍，印象可能会更震撼一点。但直到我看见他们开始演示机关。 Oh, good trap. Yeah, right. 第2个陷阱，他们旋转金字塔顶部就会出现一个隐藏的粉色浴室。看来这个陷阱是对于教徒来说的。 It's a cult. It's pretty much a scam, isn't it? Yeah, right. 第3个陷阱， So there's a venturer going for a diamond? That's what he thinks. Unfortunately, snakes. 虽然胡子小哥组的模型可玩性极强，但其实这场万圣节比赛最后的冠军在展示时就基本揭晓了，是整个底板上造型最亮眼的大蜘蛛鬼屋。兄弟组成功保留了钛金砖，来到了下一期。 Nature's unleashed. Build something. 这一集的玩法有点特殊，主持人推来了身为南半球唯一乐高大师的评委做的模型，准备演示一下。唉，这个我之前在美版上就看过，不就是用风吹扇叶吗？我上我家给你拿膝盖。以前美版的这个挑战只要求扛住风不碎就行了，今天的比赛在此基础上还要加上动力难度，这下就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了。接着评委还要办掉动力组，任何带电的都不能用，模型有且只有来自风扇的动力。节目组在时间上依旧非常抠门，只给10小时。兄弟组要做一只毛毛虫，他们的创意非常可爱，虫子密密麻麻，毛茸茸的小脚们会随着风晃动起来。他们做了多个曲柄连杆结构，先这样再那样，把它们相连接，就实现了这个想法。学会了吗？
他们做着做着就发现这一期的对手们有点强，毛毛虫的设计逐渐的被比了下去，故事太单薄，但改要怎么改呢？这时候 Brickman 前来救场，提醒他们还有一个上一期赢下的钛金砖特权，那就是一个 Big Fan。 We've decided they should win. Very, very big fan. Like, I know, I'm just such a big fan. Me and my friends, we all have thes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Build. And you got your tonsils out recently, didn't you? I did, yeah. Yeah. Nothing's off limits. Yikes. Yeah. And do you still have them, or like where are they? 虽然遭到了一些此生的干扰，但他们最后还是顺利将故事元素丰满了不少。一只毛毛虫爬上了木头，它戴着护目镜和一双小翅膀，试图让自己敦实的身体像蝴蝶那样飞起来。故事是故事，直面风扇的时候，毛毛虫可别真的飞出去。Okay. I'm going to start her up at 50%. 先开 50% 的风力。 Little ones. Flowers are in motion. 地上的花朵旋转得很带劲。 Take her up to 70. Please don't actually fly. Come on. 70%，毛毛虫还是静止不动。 I'm going to take it up a little bit more. I'm going to take it to 80. Yeah. 80%。 Oh, it's so close. 虽然前面已经看过它的动态原理，但看到效果还是觉得意外的生动。 I'm taking it to full power. Full power. 最大风力下，细软管零件做的触须微微抖动着，仿生感一绝。 Look at it go. Go us, right? 要说如果没看后面的作品，我真觉得这必须是冠军了。下一期。 这次用风力带动乐高，传统的玩法里，欢乐组准备做的是一只行走的三角龙，把涡轮放在底座中。And so it looks like this magically. 他们用的是原型驾驶舱的挡风玻璃零件，这样就可以把风扇藏起来，像他们测试时的这样。不出所料，这创意果然被 Brickman 逮到了。 I'm going to tell you two stories, and you tell me which story you like. Yeah. There's the story of the dinosaur that loved to eat plants and is very happy, and all's well. Yeah. Then there's the story of the dinosaur, which is being chased by a bigger dinosaur, and it's very dramatic, and everyone loves it. Which one of those two dinosaur stories do you like? I know which story I like. Yeah. 好的设计通常会触发 Brickman 的被动，送出一道附带夺冠机会的加分题。但仔细想想，这个计划要在10小时内实现，比登天还难。 If we're going to include 2 dinosaurs, we need to build the second set of turbines. We've just had to be realistic. We need a finished model. 只完成一只总比2个都没完成的好，所以他们决定放弃 Brickman 的加分题。最后展示阶段，2个人的表情非常颓丧，但 Brickman 依旧给出了鼓励。 50%涡轮机启动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10小时都花在哪儿了。恐龙4肢的动作非常流畅，涡轮机的设计保证了机械绝对能运行，美观差了点儿，但难度上直接拉满。 今天的比赛要乐高玩家来驾驭世界上最难的元素风。姐妹组这次还是在自己的擅长的领域内求稳，搭一个旋转8音盒。测试的时候发现主角旋转的有些吃力，这还没加上头发和裙子，但自信姐一意孤行。 The only reason she ended up that size is because she needs to be strong to withstand the wind, and I don't want to lose the 2.5 hours I spent building. I'm not wasting any time. I've got a long way to go. So we need to keep her. So glad. 在拼完整个人物后，机械部分更是被压得无法运作。 She's not wobbling very much. Yeah, I'm watching her. 走投无路下，他们将后面的小舞女和主角调了位置，但别说这样好像和谐多了，就是小人不知道能不能扛住风力。 Come on, Priscilla. Just gonna push. 70%风力没有带动风扇，直接上到最高等级。 Come on. 最后风扇很给面子的带着小舞女转了一圈。 She did a full rotation. I reckon we play it. I only play it. 胡子小哥组计划做一个站在音响上的摇滚吉他手，下面的部分看似是音响，其实是用来藏机械的地方。 Like there's a lot of engineering here. This is the motion of the head, and this is the motion of the arm. And the head bang and the strum need to be happening in a rhythm that kind of makes sense musically. 当风吹动模型，乐手就会像这样摇摆。他们把前面进风口做成了音响的保护网。第2次测试时，机械上也能够实现。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复杂的机械效果导致卡住的概率也更大。 And then he stops. Why does he stop?
For some reason, it stops. 原片也是在最终效果上留了个悬念。先看他们的成品，一个吉他乐手站在音响上表演着自己的独奏曲，胡子小哥组在细节上从不让人失望。And there's got to be at least 20 different gears. Yeah, 20 things that could go wrong. All will go perfectly right. 3, 2, 1. We're found. 他们前面测试传动上有过失误，所以两个人都非常紧张。Yeah, take it up. Let's take it to 75. 75. All right. We're going to take it up a split more. Can we go 80? Come on! Come on! Why? Stop! All right, let's go to 100. 100 to 100, yeah. 风力已经提高到100%，都快要结束测试了。就在以为失败一组的时候，吉他手终于开始了鬼畜的演奏。前面这几组都有惊无险的完成了展示，但后面的夫妇组就没这么顺利了。没有电怎么让乐高动起来？风扇道具终于被加进了乐高比赛里。夫妇组这次的选题依旧是动物，一只跑滚轮的仓鼠，听着很有创意，但仔细想想就发现很难，需要强大执行力支撑。But because Technics isn't our go-to, we're having some difficulties making the gears that turn the fan turn the wheel. 不仅风扇要带动跑步机，跑步机里的仓鼠还要动起来。看到最后成品仓鼠和跑步机分开了，就知道他们这里的机械研究失败了。但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在仓鼠下面安了小车轮，再放在滚轮里。Hey, can I to 50? Hey, God have mercy on missiles. It's trying. 最高风速，轮子还是没能流畅的动起来，但抗风分数是拿到了。接下来到了友谊组这里，前面也说过小哥是法学生，所以他们这一期要做一个法师。一个白胡子法师正在搓法球，风一吹，法师的手就会像在做法一样摆动。他们不擅长机械组，所以刚做完机械骨架就去做实验了。We'll take it a little higher. Dislocated arm. It's kind of fast. 结构能跑通，但法师的胳膊脱臼了，需要加大固定力度。Looks pretty cool, Caleb. I've got my head that I've spent 2 hours on in a million pieces in front of me. 此时距离交卷只有很短的时间。5 minutes. 5 minutes to go. 短短几分钟内，小哥以惊人的手速将法师修好了。不愧是法学生，法师的脸拼得很标致，有套装那味儿了。法师正在通过咒语书施法，旁边蹲着他的白手套黑猫。评委也认为这是他们目前最强的作品。I actually can't believe what we're looking at. That you got it back into one piece. Next question: How strong is that piece? 施法开始，50%的风力。Oh man. 风力上升到70%。We're cracking it, Al. Come on, wizard! 同时的帽子非常突然的掉了，和测试时一样，胳膊直接脱臼，能被风克制了。我猜应该是土系法师，他们这次的创意和造型都很棒，可惜传动的强度不够。全部展示完毕后，主持人宣布这不是淘汰赛，仓鼠轮和小巫女这2组应该是松了口气。前2名还是没有很大悬念的摇滚歌手和毛毛虫，感觉这2组一直在对决，其他人都在争第3。评委还特别提到了友谊组的法师。 I'd just like to give a special shout out here to Caleb and Alex, because I'll be honest with you, that last couple of minutes, if that hadn't have happened, I can guarantee you would be standing here. 这集的冠军各有优势，真的太难分了。接下来就由主持人来公布 Brickman 的选择结果。 Titanium brick of triumph goes to SFX. We couldn't split you, so we split the brick. 不多说了，澳版 YYDS 好吧。这一集的选手们的发挥都太精彩了，唯一的遗憾就是10小时比赛时间太短。如果能给到12.3个小时，这集的几个作品估计可以载入史册了。下一期。
在制作窗框背后，有一个内部布满凸点的乐高狂喜箱。今天的主题叫未来之窗，在窗框背后的 3D 大箱子里搭什么都行，但必须锁定未来2字。欢乐组准备做一个宇航员出来，宇航员正在观察一个很像地球的星球。这时候就有人问了，宇航员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他们想玩点高难度的。看草图和画框里的线，这就是在设计强迫透视，也就是利用近大远小欺骗你的视觉。为了这个花活，他们还要把画框延伸出来一截，用来放置宇航员。Put that on the end. Righto. So if that represents our astronaut. 但不仅承重上是个疑问，最重要的是模型尺寸的拿捏，这决定了空间如何分配。预估错一个地方都会导致整体失败。为了不让巨大的宇航员模型挡住后面的背景，他们选择把背景垫高。在比赛还剩1小时时，主持人出来强调了这场比赛的重要性。If you win the titanium brick this episode, you are guaranteed to make it into finals week. Great. Guaranteed. 1 hour to go. All right. Mike took me ages. 不得不说，欢乐组的宇航员是其他组争夺保送名额的强力对手。他们的强迫透视做得很成功，不仅搭建方式是最冒险的，用砖量也是最大的。他们绿色的天空和红色岩石搭配得很默契，但地下却多出了一种浅棕色，这让整个画面都变得稍乱了一些。Kirsty, I don't know how many bricks you laid, but you laid a lot of Lego. I really like this build for your bravery and how you've had a real crack at doing something really difficult. And I think that's to be commended. Well done. Awesome. 下一期，在这个布满凸点的乐高狂喜箱中，胡子小哥组想要做未来朋克风，他们要做一个主角踩着滑板在零重力空间里跳跃的画面，就像回到未来里面的一样。为了增强未来感，他们在砖块屋里找了很多粉色透明砖，把灯带都用这些砖块围起来，开灯时就会直接升级成荧光粉灯带，就像这样。在这个悬浮滑板公园里，游客们在空中进行着各种动作，悬浮滑板在空中不停旋转，留下了巨大的蒸汽尾气。中间的主角是一个拥有机械臂的小女孩，一个2×2球形键做成了泡泡糖。他们对于神态的拿捏一向精准，只用了一些基础砖去塑造人物头部，就达到了非常饱满的效果。评委特别表扬了他们的灯光。I love how you put those fluorescent pink Lego elements around the light. It really adds a mood to it. You guys changed the lighting. Yeah. That fluoro pink, I think, adds a lot of atmosphere to it. 兄弟组这边选择了赛博朋克风，他们要做一个大屏广告，屏幕里的产品是至臻工具手套2099，应该叫顶配一只更赛博一点。 And it's going to be there and it's going to be slowly rotating. 这副顶配2099手套囊括着各种工具功能，剪刀、螺丝刀、开瓶器，不要99，也不要9块9，只要300万信用点。我是第一次见到乐高的起件器，在作品里真的扮演了一个起件器，荧光色的网格和字体增强了未来感，用去颗粒化的方法搭建广告灯牌，打造出光滑的质感。在这场主题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作品。总结时，左下角的观众票选第1名再次给了他们。 I was thinking in the future we speak emojis, so actually having emojis of all different sizes and... 这边的金发姐提出了一些想法，但自信姐觉得都不够好。 What about like drone delivery? I'm worried that the drone is not futuristic enough because it's pretty much already happening. 其他组的进度条都已经走了不少了，只有他们连头都没开，氛围非常焦虑。直到 Brickman 过来当了一回提示卡，告诉他们未来不一定是几十几百年后，过一段时间也算。 If we were to play with that, you could basically build like the equivalent of a windowsill and have the delivery on that. I mean, you know, pizza. Wow, great, happy days. That's the future I like. 于是他们勉强采纳了无人机配送的主题。这时候两人心态上已经有点摆烂了，比赛犹如坐牢，无人机的搭建也不是很好，中间部分被吐槽像红色屋顶，只能祈祷不是淘汰赛。最终成品里可以看到他们修改过的无人机还原度好了很多。无人机来到窗台上，配送了一份樱桃派，背景里还有很多无人机在进行工作。虽然整体观感还算过得去，但 Brickman 这边一口气直接修改了所有的 bug。 What I would say is I really love the plant. I think the plant's really cute and cool, but it's kind of distracting. It's really bright and poppy. Maybe a smaller version might have been okay. And likewise the butterfly. I love the butterfly. It's really cool, but it's as big as the drone. They're on the same plane. Like I would have loved to have seen that windowsill come out another 4 or 5 inches this way, even raise it up a little bit. 比赛的结尾，主持人带来了一个让姐妹组松了口气的消息：这一期不是淘汰赛，但也意味着后面的每一期都会是淘汰赛。而前2名再次给到了经典对手兄弟组和胡子小哥组，最后兄弟组以2099手套拿到了保送名额。其实以这2组的实力，不管拿不拿这一期的钛金砖，都会保送决赛周。悬念在于其他几组。下一期 The very best is
still to come. We are currently hitting some turbulence. With twists and turns to shock Australia. 今天的比赛是在这3个旋转舞台上进行一场乐高终极讲故事挑战。3个舞台分别要放置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限时12小时。看弟弟这些期的衣服就知道他是老2次元了。在这场很容易领便当的淘汰赛里，穿上了便当 T 恤，试图反奶自己。开个玩笑，上场比赛的结尾他们已经保送了，这一期可以小浪一波。身为大龙专家的他们这次想来个总结，做一只恐龙的一生。小恐龙诞生到成年后外出打猎，最后变成博物馆的化石。他们的龙的品种是异特龙，这被主持人 Hamish 抓到了狠装一波的机会。 Get ready for some dinosaur facts. They grew to be about 8.5 metres, didn't they? Fully grown adults on Yeah, average? about that, yeah. He's so knowledgeable. How fast is it going there? It's like it's running between 30 to 55 kilometres per hour. Hamish is a bit of a dino nerd. He is. He's surprisingly knowledgeable. Justin Henry. 第一幕里，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龙仔就这样在夜晚诞生了。第二幕，小龙长成了巨大的异特龙，它是陆地上的恶霸，吓跑了身边的小恐龙。最后幕，相同的姿态，不同的环境，恶霸在无数年后得到了惩罚，被人挖了出来，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老员工。左右两边的画正是前2幕的缩影，右边的恐龙画也太抽象了，但我竟然认出来了。兄弟组这次依然是没有瑕疵的发挥。 First scene here, when you saw that egg with the eye on it piece in the brick pit, have you been waiting to use that for a reason? Yeah, I've thought about using it for like an egg for something for a while, but yeah, dinosaurs it really just looks like a dinosaur. 我觉得如果第2幕的天空里加一点末日来临前的征兆，洪水陨石之类的，可能第3幕揭晓时会更幽默一点。对于胡子小哥这组来说，今天的比赛基本等同保送题。他们不仅对这种中小场景的搭建极为擅长，同时身为电影人，设计3幕剧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们打算讲述一个努努与特朗普的悲剧版本。第1幕小男孩创造了雪人，第2幕和雪人玩耍。 Guess what Act 3 is? Does it melt? Yeah. 他们先做出来3个部分的场景，整个故事其实很简单，但 Brickman 点出故事的重心在于第3幕。第3幕的氛围沉重，怎么用乐高砖块表达呢？故事原计划是做男孩站在一滩水旁的场景，但这种收尾过于平淡，他们想营造一种更加忧郁且高级的意境。 But that's really hard to do. Yeah. I think we just have to use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o get the feels. 比起故事性，他们的作品更多在强调感受和心理的东西。第1幕初雪时，小男孩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高的雪人，雪人成为了他的新朋友。第2幕不知道是男孩的想象还是真实，雪人活了过来，陪他度过了一整个夏季。最后一幕，春天本是温暖的季节，如果主角不是雪人的话，男孩搂住自己的好朋友，在相视中，小雪人一点点融化。情绪推至高潮的第3幕中，主角们的面部表情至关重要，但他们让2个角色对视，避重就轻的搭建选择，反而让观众更能读懂情感。 There's a trait to your Lego models. There's a habit forming. It's polish. The way the skies blend in, the fact that there's snow, even the scale of the trees in this, I think is absolutely fantastic. You should be really proud of yourselves. Well done, guys. 下一期 I think it's a bit more of a surprise than melted snow. 本期主题是在这3个旋转舞台上进行一场乐高终极讲故事挑战。姐妹组设计了应该是还原了社畜的愤怒，他在办公室工作，受够了枯燥的任务，掀翻了桌子，然后直接跑到海岛度假去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最贴近现实的，实际上是这几个里面最离谱的。不过自信姐人如其名，给一向机智的主持人 CPU 都说卡了。 I think it's a bit more of a surprise than melted snow. Just quietly. I'm not saying our idea is better than Nick and James. I'm just saying it's a little bit less predictable. Gotcha. 他们准备在第2幕埋下一张海岛照片的伏笔，链接2、3幕。问题在于他们的前2幕社畜工作和社畜掀桌子场景重复度太高，大部分搭建都可以 Ctrl+CV 完成。Brickman 过来提醒，让他们思考这个故事是否足够吸引人。自信姐这时开启了屏蔽模式，选择无视 Brickman 的建议。 When Brickman gives you advice, you always try to really contemplate it and take it on board. But sometimes you've got to back yourself because you can see the story and he can't. I'm not worried at all. 不听话还能走这么远的，可能只有他们了。来看看他们这次的作品还能不能挺住一期了。他们故事的画面基本不需要旁白，第1幕就是照镜子一般的社畜生活，右边的挂历上是放假倒计时。第2幕在马上要下班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了了，难办。最后一幕摆脱了996的枷锁后，他终于快乐了。他们的小细节处理得不错，办公室的插线板、日历上挂着的笔，对于只有3幕位置来讲述故事的条件下，
第一幕显得占用了太多的空间，变得多余了。如果把第二幕当做第一幕，对故事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他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处理选择，就是把多余的第一幕放在最后，故事突然就真实了很多。下一期本期主题是在这3个旋转舞台上进行一场乐高终极讲故事挑战。看着这3个空白的舞台，欢乐组完全不知道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I've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it's elimination. We knew this coming in. 眼看1个小时过去了，不得不求助 Brickman， 说了几个灵感后，最终决定做骑士和恶龙的故事。骑士准备去屠龙，最后和龙成为了朋友。也许是他们对自己故事本身的兴趣不够，带来不了更多灵感。在比赛仅剩2小时时，他们的底板还是空白远大于内容，尤其是背景的描绘还只有一些大色块。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ave us is if someone has missed the brief or misinterpreted the brief. 在时间截止前的完成度看起来依旧不足。第一幕中，骑士骑着马踏上了征途；第二幕遇到了一只赤色的恶龙，龙看起来有种脑干缺失的美。继续往下看，最后幕骑士和龙成为了朋友，正在一起野餐。 Another dragon abused for its fire-producing abilities. 虽然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但也很明显的，这不是一个完成品。骑士的眼睛、背景的天空，这几处都透露着他们的时间不够，也更没有时间润色细节。 Well, I'm pushing for it, guys. Yeah, great stuff. Great job. 友谊组准备在这3个旋转剧目上讲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小时候男孩们一起玩飞机游戏，长大了2个人都成为了飞行员，最后一幕只剩下1个人了。 Oh, Caleb, are you okay? What's happening? Oh my God, Caleb, what's wrong? His best friend. 即将进入半决赛的关头，时间越往后压力越大，手忙脚乱就会犯一些小错误。 You know how you've done them with a flat edge and then the hump? Well, all the humps should be on the same side, shouldn't they? 他们的第3幕是蓝色飞行员一个人怀念队友的场景，评委建议他们把队友的头盔更靠近飞行员，然而时间只剩下20几秒。来看他们的最终处理。第一幕，小红和小蓝从小就是好朋友，他们正坐在家里玩飞机游戏，架子和墙上都摆着这个贯穿他们一生的线索。第二幕，2个人长大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飞行员，朋友成了队友，做大凸显人物，神态动作看起来意气风发。 Redman, yeah, no longer with us. Yeah. 色彩渐变的落日增强了故事感。 Quietly confident that we've done enough to secure a place in the finals. 下一期就是半决赛了，这次比赛没有胜出队伍，只有淘汰队伍。最后站在被淘汰队列里的自然是2个不够出色的作品，欢乐组的骑士龙和姐妹组的射出梦。欢乐组发挥一直不够稳定，这次刚好又是淘汰赛，这次姐妹组论作品还是要好上一些的，所以欢乐组最终没有进入半决赛。 And then our greatest hits. Pretty good. 下一期 You have made it. 靠拼接这些小砖块，其中一对乐高玩家即将赢下47万人民币。本季的倒数第2集，且看且投币。在今天这场乐高大师的半决赛里，评委搭建出了4朵云作为赛题，14个小时内，选手们要在自己的云朵上自由发挥。总决赛完结篇。 几千块一套的乐高卖给你们，真是亏大了。前面的50多期里，这些神人在地上搭、水里搭、无人机上搭、走钢丝、穿火圈后，终于来到了终极挑战——乐高大师的总决赛。28小时内，选手们将用无限量的乐高砖块自由发挥，冠军可以直接带走47万的奖金。澳版前3个捧杯作品分别是第1季的波塞冬、第2季的机械怪人、第3季的林中小鹿。不知道这季哪组的作品会加入冠军豪华套餐？兄弟组给人的印象不是在搭龙，就是在搭龙的路上。盘点一下就知道，他们冠军的几次其实都不是用龙拿到的，比如微缩场景、大蜘蛛鬼屋和毛毛虫。他们逐渐认识到了突破舒适圈会带来更好的效果。兄弟组这次计划做一个巨型机甲螃蟹和巨怪踏浪大战的场景。